Hello，大家好，珊珊这次是真的来迟了哈，好久没有给大家录这个会客室了，如果有关注有留意我的频道的朋友知道哈，我最近一直就是发的都是 short， 都是这个短的视频啊，因为一直在外面去旅行，所以呢也不太方便去做一些长的视频。每天在吃喝玩乐中哈，所以就只是发一些短的一些 short。那珊珊这一次就是从广州出来之后呢，一直20几天都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这3个地方啊。然后因为这几个地方其实以前都去过，但是呢很多年没有去了哈，因为前面也是疫情啊，各种原因，就好多年都没有去啊。那马来西亚是有一些朋友，一些好朋友在那边，那所以觉得很多年没有去看看朋友，也想说这个趁这一次机会也可以去看看朋友。那为什么我会想要去这3个地方呢？因为就是这3个地方现在对中国护照都是免签证的就比以前方便了很多。以前要出国还要去做签证是吧？不单只费时间，还要费钱。那现在呢都不需要去做这个签证了，所以就方便很多。那我想想，要这么多年没有去看看朋友，那还有就是我哥哥他们在新加坡，那我也觉得我想去看看我哥哥嫂子哈，然后所以才会有了这一个行程哈。那时间是有点久，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到那边也不需要去担心什么住宿啊这种，不是去住酒店嘛，所以我觉得还好啦。那所以时间放的有点久的，再加上说因为现在我们不用赶时间，不是像以前，因为我以前去哈都是在我工作的时候，所以那个时间是比较紧的，因为你要赶回去工作哈，时间上就是安排的非常的紧凑。那这一次就是悠悠闲闲的，我基本上没有太去设定说我的行程要怎样但是就是到了那边再去做这个计划，说要怎样走啊，怎么去玩一下哈。那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在我跟朋友跟亲人有一些互动，有一些大家一起聚一聚啊，聊聊天啊，这个是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一点哈。那虽然说去这3个地方对中国护照都是免签证，但是呢，它也是需要在这个网站上去做一些，就提交一些你的个人信息，还有包括你的航班信息啊这些东西我第一站是到马来西亚哈，然后我就也很搞笑，我就完全没想到有这个问题，因为以前你要入境的话，它是会发一个纸质的一个表让你去填的。那现在没有看到发我就奇怪，然后我也没有想那么多，然后等到我下了飞机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要填一个东西。还好就是也很方便啦，在机场里面有 WiFi， 那连他们的 WiFi 去也很快就把这个做完。但是让我很惊讶的就是，不管我去马来西亚也好，我去新加坡也好，现在都非常就是入境管制的非常宽松，基本上我填完那个表，没有人再去问你任何什么，也没有人去什么查看你的什么任何东西，就直接走出机场了，非常的方便哈。所以而且很多年没有去，我这一次去我会感觉就是马来西亚的话，我应该是有7、8年没有去，那我会感觉它的物价并没有上涨很多，所以虽然马币以前马币对人民币大概是1比2哈，然后这次大概是在1比1.5几这样子，所以本身这个汇率就比较实惠了。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他们的消费的物价并没有上涨很多，所以我这一次去马来西亚，我就觉得，哎，钱还是很好花的哈。然后包括去泰国也是，新加坡也是，就他们的物价涨得并不多，那泰国就更实惠了，对不对？泰国的话200块泰铢可以吃一碗很大碗的燕窝，所以你会觉得，哎，真的钱很耐花哈，就是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就可以去你就可以 cover 你整个的那个行程了。所以我一直会跟我在广州的朋友说，我说如果你们有钱的，那你就留在国内去消费哈，因为现在在国内的大的一些城市物价也都不便宜了。如果你像我一样没有太多钱，但是你又想出去玩一下或者怎样，我觉得就可以选择像东南亚的这一些不是特别发达的国家。那新加坡当然以新币来算，它是会稍微贵一点哈，但是你如果不是要去一些特别什么的场所，我觉得像吃饭啊什么也还好。新加坡的话可能就是住宿会比较贵，然后呢，新加坡的话，它的所有景点，就是你去玩乐的这些地方的景点的那个门票会比较贵。新加坡很奇怪，就是它对本国的国民收费都比较便宜，但是对外来的游客收费是比较贵的。还有就是这个季节的话，不论你是去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这个季节都非常非常的热。我觉得回到台湾来还是感觉比较舒服的。你看我现在坐在这里，就是还是很有风了哈。虽然也热，但是有风就会舒服很多。那可能在西马泰这些地方，也没有太多风，就是比较闷热，也湿热那种，所以是比较难受啊。最好是避开这个季节去啊，会好一点。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在新加坡，可能就是一般出去玩的话，我们都是在中午过后出去玩，一直到晚上这样子。因为你早上出去的话，你可能我们也没有说太早就要出门那种啊，就是悠悠闲闲的。然后你出去可能玩那么1-2个小时，就开始是中午就非常热的时候，然后你的体力会消耗得很厉害，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会建议说，哎，你早上可以在家里歇着，比如说你去的话，你也可以在酒店歇着，然后到中午过后，稍微没有那么热，然后你可以一直去玩到晚上。而且新加坡我觉得，很多大部分就是人工打造的景点嘛。那现在这一次去，我会感觉到就是，新加坡很多这种打造的就是一个现代感、科技感这种很富丽堂皇的那种感觉。然后很多就是比如说晚上会加上一些灯光秀啊这些项目，然后也比较适合晚上去玩这样子。那马来西亚给我的感觉呢，就是马来西亚是比较天然的那种，因为马来西亚也比较大嘛，那它有很多非常非常棒的海岛，我觉得是不能错过的啊。这些海岛可能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哈。那我这次因为我以前也去过几次马来西亚，然后也去过一些海岛。这一次去的这个呢是在马来西亚的东海岸啊，它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国家海洋公园啊，所以这一次的体验也是非常棒。除了那个水质非常好之外，还有就是沙滩真的是非常美。然后看到了很多，就是我之前有去浮潜嘛，但是没有看到那么像这一次那么多。比如说有看到海龟，
就是在这个浮潜下去就能看到海龟，还有非常漂亮的珊瑚，各种颜色的珊瑚，还有那些鱼，就是很浅很浅的地方浮潜就可以看到。那很好玩的就是，我其实以前浮潜学了几次，好像我觉得我都不太能知道怎么呼吸。然后这一次很神奇哈，我去看珊瑚的时候，我就突然下去，哎，我怎么就会呼吸了？而且是我自己下去哦，我小伙伴那个朋友他们不要下去，然后我自己下去，哎，怎么就突然就会浮潜了？然后就非常享受的在那个，我觉得我都不愿意动哈，我就这样子摊开，把自己摊开一个大字，就在那个水里面，然后就把头这样埋下去看那个非常漂亮的珊瑚，真的是特别棒。那像马来西亚那样，我去这一次加上这一次，我去了5次，新加坡我去了4次，泰国这次加起来是去了第2次哈，但是每一次去，我觉得都让我就是会带给我一些不同的新的感受哈。你看，像马来西亚以前我就觉得，哎，不是，就吉隆坡不是有很多那种很高很多这样子的房子，但这次去我就觉得，哎，多了很多这样的高层的这种房子啊，然后像新加坡，我就觉得我去到商场里面，我觉得哇，人气很旺哎，真的，这个商场里的氛围比广州都要好，就是整个他们打造都是吃喝玩乐啊这种一体的这种，就是吃喝玩乐购物也是，就商场的话人气非常的旺，吃饭的地方有些甚至都要排队哦。那我觉得现在我这次回广州，我会觉得广州的很多商场都已经比较冷清哈，没有很多的人气，除了吃东西的地方比较多人之外，其他的都不是太多人。但是新加坡你真的是可以看到商场里面人头涌涌啊，特别是周末的时候，所以真的是让我觉得这个到底是这个新加坡的经济它现在发展的非常好，吸引了很多人，还是怎么样？就是有很多不同地方的人会去新加坡去玩去消费嘛。但是我也没有看到说特别多中国的这个团去那边，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哈，可能或许迟一点，这个暑假会多一点。现在因为不是假期，我去的这个时间不是假期哈，但是这个人气也是真的非常旺。还有就是他们的各种不同，因为新加坡有各种不同的人种啊，然后印度啊、马来呀、华人呐，还有其他国家的人啊，所以他们的食物的种类非常的选择非常的丰富，你可以吃到不同国家不同风味的一些东西。那马来西亚呢，以前我觉得它的食物也是 OK 的，但是这次我有点感觉就是它不如新加坡了。泰国的食物嘛，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它的口味。马来的食物我不太吃得来哈，那个口味不太适合我。但泰国的食物我觉得真的是还是很不错的，一个是便宜，一个是口味是我可能是比较喜欢的。当然这个见仁见智哈，可能别的一些人他可能喜欢的或许就是这种马来口味或者什么哈，像那个辣死你妈饭，其实就是椰浆饭呐哈。很多他们在马来的话早餐都会吃那个饭，但是我除了觉得那个饭有点香之外，它那个什么小鱼干啊那种东西我是不太欣赏的哈。还有就是原来我很喜欢吃马来西亚的那个肉骨茶还有沙爹，但是这一次给我的体验好像不如我以前吃到的那么好吃。我不懂为什么哈，是因为我自己的口味变了吗？还是因为
那个食物开始，我已经慢慢转向别的口味，开始对那个食物没有感觉了，反正挺神奇的哈。其实旅行的这个过程，我觉得除了去体验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之外，也是一个真的蛮累的过程哈。所以回到台湾来，我觉得要好好休整一下子。那在这个休整的过程之中，我也会慢慢把我这大半个月在这些地方所体验到的一些东西，然后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来一点一点的做出来分享给大家。可能会分很多，就是不同的期，就是分好几期来去做因为拍的其实蛮多视频的但是要慢慢去整理，需要花一些时间。那所以也请如果是喜欢珊珊的朋友，或者是你想要了解这些地方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朋友也可以多多来关注珊珊哈。然后随着珊珊的脚步，我带你们一起去走一走这些地方。特别是在新加坡，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地方我其实打卡的那些景点我以前都去过了。那所以我这次是有去走了一些可能你跟旅行团也好就是很少会去走到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新加坡有非常漂亮的一些水道waterway，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小岛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到在这个海边就是这个小岛就是它有修了一些路，就在海边，沿着海边去骑脚踏车的这种体验非常的棒。然后像这样一些地方是普通的旅行团或者是普通的一些人去那里旅行是不会去到的一些地方那这一次可以说是我是比较深度的去走一走这些地方，包括新加坡一些非常漂亮的社区他们自己就是志愿者一起去弄的一些花园都弄得特别的好。那本身新加坡就是一个花园国家嘛所以他们的绿化什么真的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很用心，政府很用心在去打造这些，就是为民众打造一个好的环境。当然它看起来是比较人工的感觉，跟台湾不一样台湾看起来都是比较纯天然的那种，没有太多去修饰的感觉。但是新加坡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工的痕迹，但是它人工的来呢又是非常的干净整齐，然后非常的美整个的话环境是相当的不错所以好吧，你们就期待珊珊一点一点把这些东西做好，然后一点一点分享给大家。好啦，今天就跟大家先预告这么多然后慢慢的会把这些视频一个个做出来。好了，先这么多，今天就先拜拜啦。